我穿进 po 文里，男主是个变态，就因为我就过他一命，他疯狂地爱上我，强占我，最后将我囚禁在地下室里，让我永远臣服他身下。我决心亲手创死他的爱。他找到我的时候，我烫个泡面头，带着居委会的红袖章，从广场舞里退出来，操着一口江浙沪富婆音道：“小伟是爸，我是你徐家，不要害羞嘛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。几岁了？有对象了吗？徐家接你介绍啊。”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，依依？你叫我什么？依依。我啧了一声。小伟，你这就不礼貌了呀！我比你大2岁，你要叫我徐家的啊！进了社会，这点规矩都不懂，早晚要吃去。魏军沉默了，他的表情虽然镇定，但我知道他的内心是崩溃的。我叫许依依，现在正在一篇 po 文里。魏军就是要跟我飙车的男主，幸好现在还是开篇，他苦寻3年，刚刚找到我，而我这位救赎过他的白月光，已经成为一个泡面头的居委会大妈。你怎么会在这里工作？魏军眼中写满了难以置信。经济无昂，工作不好找，要吃饭点吗？你会弹琴，也会跳舞，怎么沦落至此？冷笑一声，弹琴只是为了让他把我摁在钢琴上这样那样，跳舞只是为了让他把我这样那样的时候可以挑战更加猎奇的动作。我要这唱歌跳舞的人设有何用？我端起中年老阿姨的架子。小伟啊，你这话就不对了呀！街道办事处，我虽然没有编制，但总要有人为人民服务的。你是代步，而且我还跳舞呀！我现在是广场舞领舞，每天5点多钟还要带着街坊邻居练8步金刚功，反响不要太好。你们年轻人压力大，磨牙，没有功夫锻炼，你也要经常过来跟我练练才对。我虽然依旧顶着女主角的绝美容颜，但我平翘舌不分的江浙沪富婆音以及与此相匹配的土渣形象，已经让魏军深刻的怀疑人生。他依旧没有放弃。看来你这几年过得很不好，是我来晚了。当年我最落魄的时候，你救了我，我现在来还这份恩情。你把这份工作辞了，到我身边来做秘书。什么啊？我救你的命，你怎么让我当秘书啊？你不该接地实际的我。我搓了搓手指头，魏军轻咳2声，红着脸转过头去。这是给你一个锻炼能力的平台。哟，你再话实点，我还要谢谢人呢。真不知道咋2船9船多少钱呢？什么待遇啊？加倍吧，5险1金又不啦。我救过你的命，你可不骗我。魏军瞪我一眼，亏了谁也不会亏了你。原作里，我俩3年后久别重逢，第一个剧情就是他让我当他秘书，安排我朝夕相对。我这么造作，他都还能按原剧情走，真是个狠人。临走，魏军欲言又止的嘱咐我：“你去换身行头，我们是大公司，你这样进去不太好立足。”知道这点事你徐家还会不晓得么？我回头就去在泡面头的基础上加了一对紫色的闪电纹眉，凭空把我的年纪又往上提了10岁。我发誓，没有任何一个言情剧情可以发生在我身上，只有1818黄金眼才跟我匹配。我到公司的第1天，就在电梯间里听到关于我的八卦。听说总裁办空降了一个秘书，男的女的？你这话说的还能是男的女的？听说啊，就是魏总找了3年的白月光，睡上去的，就是了不起。他也待不长，你知道苏秘书的性格的，这种兔厮子出来干什么的也不知道，早打发早好，都钻总裁被窝了，还要来公司逞威风，真是的。我咳嗽了2声，有些人啊，舌头不要太长，小年纪成天东家长西家短的，以为话传不到人家耳朵里，什么时候被人穿小鞋都不知道。那2人闻声看向我，发现我这个打扮就是个雄赳赳气昂昂的中年妇女，嘀咕了2句赶紧走了。中年妇女的人设真的很好用，走在外面都没人想招你，而你可以对任何人指指点点。我走到总裁办门口，就听见有人在里面训话：今天新同事要来，都打起12分的精神，不要让人以为我们公司是个随便地方。说话的人是苏秘书，这 po 文的恶毒女配。苏秘书深爱魏军，因此对我这个情敌恨之入骨，每天留我加班，对我写的既要百般挑剔，还在一个重大项目上故意隐瞒信息，害我填错报价，最终酿成巨大损失。我去找魏军，他抽着烟道：你得是我什么人，我才帮你扛。我逼不得已褪下裙子，躺上了他的办公桌，从此一路飙车不复返。苏婷的争风吃醋，只是把我更深地推向魏军的晴天遇海。当然，现在的我不会让这一切发生。我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，苏婷愣了一下：您找谁？我挎着包包，随便找了个椅子坐下。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？是。您哪位啊？我新来的。小魏没跟你说啊？我四处打量一圈，手指点了点桌子。你们这怎么工位还没给我准备好工位啊？苏婷懵了，她本来想给白月光一个下马威，结果她万万没想到来的是个中年阿姨。她再三打量我几眼，我穿的毫无破绽，一件棕红色紧身毛衣，底下皮裙，在底下是巨厚无比的打底裤，加一双黑色中跟圆头皮靴。最灵魂的是，我脖子上还围着块墨绿色真丝丝巾。虽然我只有26岁，但不妨碍我看上去又老又小，风韵正好。苏婷开口就是陪笑：阿姨，对不住啊，工作比较忙，我这就让他们给你整理出一个位置来。我面色稍疏，他赶紧给我泡了杯茶。阿姨，您请喝。魏总就吩咐说有个新来的员工，我们都以为是跟我们差不多大的小姑娘，您是魏总的长辈。我慢条斯理喝了口茶，叫我许姐好了。我跟小魏嘛，家里有点关系的，
我从小看他长大，他昨天跑来跟我诉苦，说公司里的秘书用着不顺手，总裁办乱糟糟的，让我出来替他管管。我本来是在居委会帮忙，反正没什么事，就来这里给他上个班。苏婷哦了一声，那以后还请徐姐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，我们有哪里做的不好的地方？徐姐你直说好了，你个小姑娘嘴还蛮甜的。我露出愉悦的笑，叫什么名字了？苏婷，多大年纪？男朋友有了罚？要我给你说说罚？在我慈祥的注视下，恶毒女二羞涩低头。魏军加我微信问我入职顺利与否，我说特别顺利，我在自己的工位上刷一上午破文也没人管我的，老阿姨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魏军，下班一起吃饭，地址橡木林餐厅。我一翻大众点评情侣必吃浪漫餐厅，好家伙，贼心不死。我转头将目光投向了苏婷，情侣餐3人座，魏军和苏婷面对面坐着，我坐他俩中间。魏军脸都黑了，他怎么在这里？小苏是我的领导，我初来乍到，请他吃顿饭，以后一直要给他添麻烦。我给苏婷满上酒，君君他是自己要跟来的，不用管他，我们吃。苏婷喊着不用不用，许杰我自己来，露出谄媚的笑。你们两个认识多久了？我问。苏婷含羞带怯的看了眼魏军，有快3年了，一个老总一个秘书，知根知底的，很好很好。魏军整了整西装起身离席，我摇了摇头，一说相亲就急，在苏婷理解的眼神中追了出去。你什么意思？魏军怒火中烧，我找的是你，你把他叫出来干什么？这么多人看着你好意思罚？大吼大叫。我拽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一边，我有什么心思？我还不是为你好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都说先成家再立业，没有老婆孩子，你挣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人家小苏985的，学历高，人又长得漂亮，你们认识这么多年，干嘛不进一步发展试试？你以为我想娶谁？我心中一颤，赶紧随着微风一扬我钢丝一样的秀发。你想娶谁？你说啊，你直说，徐姐给你保媒。她直直盯着我，眼睛又深又黑。就在她即将开口之际，我急中生智一抬手表，哟，时间晚了，我要去接孩子了，先走了，你俩慢慢聊。魏军一把拽住我的手，孩子？什么孩子？我女儿在城中村上学。魏军一贯淡漠的神情瞬间炸裂，你有孩子了？你结婚了？是的呀，我们这里结婚普遍早。我把包用力往胳膊上一提，云淡风轻道。魏军脸色发白，你丈夫是修车的，外出打工了。魏军坚决道。许依依离婚？离什么离？结婚证也没领的，就摆了张酒席吃了顿，严格来说是非法同居。你不要去找你姐夫的麻烦，我是逃出来的。你徐姐是个崇尚自由的女人，她要我留在家里带孩子，谁惜得？我甩开她的手走了。魏军立在微风中，整个人都颓唐了。我走出好远，扑哧笑出了声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人设操的太完美了，少不更是结婚生子被柴米油盐淹透了的庸俗妇女，这个接地气的程度，想必能冲淡破文里的阴间剧情。然而我终究是小瞧了魏军，魏军没有因为我是个已婚妇女就摆脱对我的纠缠，反而疯狂追求起了我，在公司里对我各种优待，又是请奶茶又是请吃饭，来总裁办的次数比上厕所还多，突出一个暧昧不清。原作中就是因为他这种恋爱脑捧杀，导致苏婷恨我，同事们也看清我，我一个新人在职场中遭受排挤。正当我想着这怎么圆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的办公桌上竟然多了一套海蓝之谜，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很古怪，我赶紧哟了一声，这是谁送来的？有个小姑娘阴阳道，总裁出差回来直接放你桌上的，没交代送谁吗？大家传递着眼神，仿佛在说这还用说，肯定是送苏主任的，他俩正相亲。我厚颜无耻地说着，然后扑上去开始拆小样。徐姐，既然是送苏主任的，你怎么拆了？小姑娘惊呆了，废话，这种大牌小样已经贵着呢，能卖好几百，趁苏主任还没回来，先把小样给他收了，他还嫩着，用不着这么高级的化妆品。我热火朝天的偷小样，同事们集体石化，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老阿姨。正当这时，苏婷和魏军一起进来了，看我偷偷摸摸捧着一堆小样，苏婷脚步顿了顿，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我连忙装出一副被抓现行的模样，理不直气不壮的哼哼，我就是看魏总送了你这么多护肤品，我拿一点试试，你反正有正装了，也不少几件小样，姐年纪大了，给姐试试呗。苏婷一时无语，默默看向魏军，魏军脸青了黑，黑了青，咬紧牙关挤出一句，这是送你的。我恰到好处的尴尬狂喜，继而眉开眼笑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真是不早说。贪婪的全揽到怀里，笑的眼睛都没了。事后我跟苏婷道，小苏真对不住，这东西他肯定是送你的，怕我下不来台才故意这么说。苏婷和颜悦色道，我知道，那我要不分你一点？不用，徐姐你就拿去吧，没事。办公室里关于魏总暗恋我的流言烟消云散，毕竟我是个目光短浅、爱占便宜、偷拿别人小样的无耻老阿姨。魏军眼神再不好也不能爱上我呀，他来办公室肯定是为了苏婷，连苏婷也信了那套海蓝之谜本来就是送他的。魏军打算在公司里高调示爱的计划自此流产，但他贼心不死，竟然故意隐瞒了关键信息，导致我做的一份报价单产生了错漏。以前这个坑是苏婷给我挖的，真想不到现在他亲自动手了。你知道你给公司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吗？魏军坐在办公椅上，
气质阴沉。我瘪嘴，能有多大？把我推在桌上这样那样才能还清的大吗？狗男人追不到我，就想让我钱债肉偿是吧？就在这时，苏婷惨白着脸推门而入。对不起，魏总，这份报表是我做的。魏军懵了，不是他，徐姐刚来，有很多东西不懂，因为我操的人设是魏军长辈，苏婷哪儿敢让我干活呀？他不但要干，现在还要来给我背锅呢。于公，他是办公室主任。于私，他要替他的亲亲魏军孝顺长辈的。做老阿姨的好处就不是来了吗？这不是？哎呀，多大点事儿！眼看气氛僵持，我给他俩打圆场。君，你又不缺这几百万，小苏他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吧？不要太苛刻人家小姑娘了。苏婷恰到好处的流下了眼泪，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叫道：看你都把人家骂哭了，你真是大男人怎么好欺负女人呢？我心疼扶着苏婷到沙发上坐下。苏婷接过纸巾，谢谢阿姨，多好的闺女。我啧两声，拍着胸脯道：这样，反正事情在也在了，你要开就开我。小苏是为了我才犯的错，责任我替他当。你说的什么胡话？魏军本来想用工作来要挟我，此时听我要辞职，到急了。那我不走，小苏也不能走。魏军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，只能默默抽烟。我拍拍苏婷的手，小苏，你以后工作认真点，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，辜负了魏总的栽培。他哭得梨花带雨。我知道了，谢谢阿姨。看，他还得谢谢咱呢。魏军没有搞成办公室 play， 一整天都阴沉的犹如外头的天色。晚上我回家时，他湿漉漉的敲开我的门，在附近溜达淋湿了，姐姐收留我。狗男人又跟解完心计，硬的不行来软的。原作中，他在办公室强行和我发生关系之后，我哭泣逃走，他就湿漉漉上门装可怜，一进门就脱了衣服，光着膀子在屋子里游来荡去，展示他的好身材，尽勾引人。然后就是干柴烈火，从厨房滚到卧室。狗男人无耻，门留了条缝，让声音传遍了整个楼道，污了周围街坊邻居的耳朵。好巧不巧，房东上门，以为我是失足女，当天就把我赶出了房子。我在这片街区丢尽了脸，再也待不下去了。无家可归的我迫不得已住进了他的别墅，从此任他予求予取。想起这狗一样的剧情，我就举起菜刀，啪啪啪就开始剁菜。哼，既然你送上门来，姐就不客气了。魏军洗了澡，果然只穿了条内裤出来，袒露着自己精悍的胸肌和8块腹肌人鱼线。堂而皇之打开了我的衣柜，姐，你这儿没有衣服可以给我穿？别穿了，就这么裸着吧。他拉着拖鞋，指了指沙发，躺下。魏军妖娆的玉体横陈，勾起了暧昧的微笑。不是总想给我和苏婷拉郎配吗？怎么一回家衣服也不给穿了？我大马金刀的坐下。小伙子身体挺好，就是看着肾虚啊，这样不爱惜身体怎么行啊？姐给你按摩按摩。魏军眼睛一亮，姐姐打算怎么按摩？我举起了一柄筋膜刀，魏军瞬间变了脸色。筋膜刀是健身房放松肌肉用的，刮肌肉特别疼，堪称猛男落泪刀。片刻之后，整栋楼都回荡着魏军欲仙欲死的娇喘。几个相熟的阿姨推门，小徐你这干啥呢？我穿着拖鞋，手里操着刀，用力刮魏军的胸肌，给人按摩呢。你们要不要进来看看？不要。魏军吓坏了。然而晚了，一群拎着菜的大妈哪能放过这样的美色啊？凑过来指指点点，哟，这小伙子长真棒啊，又大又白。我叼着棒棒糖不客气道，摸摸左边，再摸摸右边，是不是刮过的柔软很多？阿姨们兴致勃勃地摸了上去，确实。魏军羞得拿手盖住了脸，不要啊，但依旧随着我的刮刀发出令人脸红心跳的呻吟。房东推开门，你们这儿干嘛呢？按摩呢，效果可好？阿姨们安利道。是吗？小许还有这手艺？我挞伐着魏军，你有什么腰酸背痛都能刮，深层放松理疗。在魏军的呻吟中，我跟房东达成了友好合作关系，他成了我副业的第一个客户，而我的房租永久性打8折。算你狠！魏军红着眼圈夺门而出时，丢下这样一句话：妈的，钱也不付，我很专业的好吧？他必须承认他现在很舒服。魏军断不了我的经济来源，另外出了损招。有一天我下楼，看到一老头抽着烟在跟周围邻居大声诉苦，见我来，一下子站了起来。就他，这不孝女！我心下一沉，魏军真是不容易啊，为了让我投怀送抱，把死老头子都给找来了。原作中我是个单亲家庭子女，爸爸染上毒瘾后把家败光了，我搬出了好端端的家，搬进了筒子楼。不但如此，还早早辍学，一边打工一边考学，后来偷偷攒了笔钱跑了。原主虽然窝囊，但在面对这个赌鬼父亲的时候，倒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。只可惜魏军为了一己之私，把我的地址透露给了这个死鬼老爸，导致我被不断讹诈，陷入经济上的困顿，最后成了他的菟丝子花。好啊，养你到这么大，现在翅膀硬了，飞了是吧？你要赡养我。他说的理直气壮，我一直养着你啊。我装出一副大吃一惊的样子，放屁！你卷了老子的钱跑到这种地方来，还做什么按摩小姐？你当我不知道？周围的街坊邻居看他说话这么难听，冲他指指点点。看什么看？老头子问女儿要钱，
这不天经地义啊？对对对，我赶紧走上前去搀住他的胳膊。我爸身体不好，大家多担待啊。他懵了一下，我哪有身体不好？他嘛，一直在医院里住着，也不知道怎么跑出来了。我面色隐晦地对众人解释，大家恍然大悟，原来是有病。老头大怒，我没病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快把钱给我，再让你去赌钱是吧？我横了他一眼，挑了几个身强体壮的邻居，让他们陪我走一趟。我爸这个样子出来，医院肯定要着急的，老哥帮帮忙，帮我把他送回去。我没病，你要把我送去哪儿？死老头慌了，去你最喜欢的赌场。我让几位老哥架着他走进戒瘾中心，早就联系好的护工们一拥而上。老头子发出杀猪般的吼叫：许一，你反了天了！我是你老子，不错，这就是我老子，毒瘾戒不掉。我把早已准备好的2万块钱交给穿着白大褂的中年男人，先给他来一个疗程，势必让他看到赌桌就条件反射的恶心。杨医生接过钱，推了推眼镜，那你把这份知情书和免责声明签了。我二话不说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杀人了，杀人了！你个婊子生的，你居然把我关起来！我走到老头子身边，痛心疾首地擦着眼泪。爸，我是你的女儿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毒瘾是病，得治。小许，你还怪不容易的。大哥们安慰我道。自己爸有什么办法呢？当晚我回到公司，魏军坐在我的位置上，嘴上的烟头明明灭灭。姐，你去哪儿了？听说你今天下午请假了，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？我爸来了。我淡定地拉开椅子坐下。你知道的，我爸是个烂赌鬼，他来问你要钱。对呀，要多少？2万。他抽烟的姿势停住了。2万，我把他送戒瘾中心去了，一期2万。魏军整个人僵在黑暗中。黄赌毒啊，没有一样是能沾的，一旦碰了，这个人就废了。你走的那年，我爹要把我卖了换赌资，所以我跑出来了。他既然敢来找我，我这么孝顺，当然是把他扭到戒瘾中心去了。魏军的眼皮子跳了跳，我知道我爹是他找来的，他想用我爹把我拖垮，然后我就成了他的掌中之物。但他现在应该知道，我就不可能是什么狗日的掌中之物。我巴不得把他也送到戒瘾中心垫一垫。2万1期，你准备送几期啊？钱够吗？怎么打算给我加工资啊？我们家里刚好缺一个住家保姆，你要不要过来试试？你白天就上班，下班了回去收拾收拾家里，好累人啊。工资我可以给你开到2万1个月。行，谁会跟钱过不去？笑死！魏军心心念念就是把我骗来同居，方便他为所欲为。果不其然，当晚他就喝了点小酒，借着酒劲冲了进来，直扑到我身上。这又是一场经典床戏，两人吵架，男主宿醉，借着酒劲冲破了道德的枷锁，暧昧的屏障，然后就是一个人的酒，2个人的醉，各种香艳，各种激荡。我不一样，我拿起床头的感珠器就电了他一下，他痉挛抽搐着倒下。我尖叫着开了灯，装出一副这才知道是他的模样。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？魏军眼歪嘴斜地颤抖着，说不出话。我赶紧把他送到医院。你怎么会有那种东西？他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质问我。感珠器，我老公给我防身用的。那如果真电出事情来了呢？我们老阿姨最牛逼的就是从来不内耗自己。小魏，你这话说的，电一下怎么了吗？能有多大事？养养不就好了？我昨天要不制止你，你才是犯了大错。你想啊，你要是睡了我，那不是强奸吗？强奸那可是刑法，你要坐牢的呀。魏军这个破文男主在听到刑法的瞬间僵直了。其实你这个要理论起来，已经算是强奸未遂了哈。你是我主顾，所以我不能跟你计较。但是你这个喝醉了梦游的习惯得改，不然早晚得惹大祸。你想想，你要是昨天不是遇到我，是遇到陌生人，人家还不告你强奸未遂。退一万步讲，昨天要是你姐夫在，你也不是被电一下就能完事儿了。你姐夫那操个扳手把你腿给打断了。魏军本来就是想借着酒劲儿占我点便宜，没想到我能反杀，还能给他普法，就坐那儿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我把他烟给收了，少抽哈，还在医院呢。他突然握住了我的手，依依，我喜欢你。这表白来得太突然，我当场愣在原地。我不信你看不出来。他的眼睛又黑又深地盯着我，我光想到电他能断了他日天日地的心思，没想到还能逼他往纯爱的路子上赶。我在衣服上擦了擦尸首，你这整挺突然。自从我被魏家接走的那天起，我就发誓非你不娶。这3年里，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。小魏，
你挺好，但你这是知三当三啊。我没关系的，魏军坚定道，只要能跟姐姐在一起，有没有名分都无所谓。我大意了，他都变态了，能有什么道德底线啊？我想了想，我要是把他给拒了，这变态极了还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不如徐徐图之，咱们久别重逢，还不太熟，你一上来就引诱我出轨，这多冒昧啊！正好我在你家上工，趁着这段时间多熟悉熟悉，看你表现，再决定我出不出轨。魏军嗯了一声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，我会是比姐夫更好的选择。从医院回来的路上，看到苏婷的眼圈红红的，她跟我诉苦，老夫人今天找我了。老夫人，我脑子转了个弯才想起来，哦，魏军那个亲妈。我想起来，这文里魏军还有个亲妈，他年轻时很水性杨花，所以魏老爷子怀疑魏军不是他的种，这才想把魏军做掉。魏军在我这儿躲了一阵，等他爸死后回去继承了家业，但跟他妈依旧闹得很僵。老夫人说给我1000万，让我离开魏军，我拒绝了。苏婷垂下了眼帘，不知道他以后又会拿什么法子整治我。我一听眼睛都亮了，好家伙，1000万，他咋不来找我呢？我才是跟魏军打得火热的女人。我心生一计，握住了苏婷的手，没关系，闺女，姐在，别怕，你拒绝那1000万是对的，姐教你怎么跟小魏处，他最近也很焦头烂额，正需要你这样的解语话。姐看得出来，你跟他就差临门一脚了。苏婷扬起了眉眼，然后又落下。可是老夫人不喜欢我，没关系，她马上就会很喜欢你的，我发誓。苏婷受了我的鼓舞，终于打起了精神。我脑海中则出现了一条完整的计划链。魏军为了追我，这段时间确实卯足了劲。今晚他请我去听一场什么大师的音乐会，票贵得吓人。我本来想推掉，但现在改变主意了，去，必须去，而且得好好表现。晚上7点，魏军准时来接我。他今天穿了身剪裁得体的深灰色西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手里还捧着一束白玫瑰，标准霸总配置。依依，送你的。他把花递过来，嘴角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。我接过花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想笑。原文里许依依就是被这种套路迷的7荤8素，最后落的那种下场。可惜我不是他。音乐会在市音乐厅，来的都是些穿礼服打领结的体面人。我穿着魏军给我买的香槟色长裙，顶着一头与场合格格不入的泡面卷，坦然接受各路目光的洗礼。演出开始，灯光暗下，台上钢琴家手指翻飞，巴赫的赋格曲在音乐厅里回荡。我闭上眼睛，5分钟后，我睡着了。不仅睡着了，我还打起了鼾，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前后3排观众听得清清楚楚的那种鼾。魏军起初轻轻推我，我没醒，鼾声渐响，周围开始有人侧目，他又用力推了我一把，我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啊，结束了。嘘，魏军脸色难看，压低声音，你在打鼾？哦，我应了一声，调整姿势，准备继续睡。别睡了，他几乎是咬着牙说。可是好无聊啊，我嘟囔，声音在安静的演奏厅里格外清晰。这弹的什么呀？催眠曲吗？前排一位老太太回头瞪了我一眼。魏军赶紧道歉，对不起，他今天不太舒服。好不容易熬到中场休息，灯光亮起，魏军拉着我快步走到走廊，眉头紧锁。依依，你是弹钢琴的，你不是最喜欢古典乐的吗？我眨了眨眼，差点忘了。原文设定里许依依确实是音乐学院毕业的，虽然婚后就没再碰过琴，那是以前。我掏出手机，我现在喜欢提神洗脑的。我点开抖音，音量开到最大，动感的节奏响起，我跟着屏幕里的秀才扭起了广场舞经典动作，左右摆胯，手指点腮，抛媚眼。魏军的表情裂开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手机震了一下，微信提示音。他低头看了一眼，紧锁的眉头微微松开，甚至嘴角还往上牵了牵。哎，不用猜，肯定是苏婷发消息了。按照我下午的教学，苏婷现在应该正在家里看这场音乐会的线上直播，并且恰巧拍下了某个精彩瞬间发给魏军，附上恰到好处的点评。从巴赫谈到肖邦，从竹林七贤扯到西城乐队，苏婷那张清纯脸配上这些文艺话题，对魏军这种自诩有品位的霸总简直是绝杀。谁啊？我故意凑过去看，魏军迅速按灭屏幕。工作消息。哦，我意味深长地拉长声音，工作消息能让你笑成这样，魏总对员工可真亲切。魏军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，
下半场要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不去了，我摆摆手，没意思，我要回家刷抖音。魏军拉住我的手腕，这场音乐会很难得的，我托人才买到票，那你自个儿欣赏吧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对了，明天我想买个包，链接发你了，记得付钱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留下魏军一个人在走廊里凌乱。计划第一步达成，接下去的日子我开启了全方位 Pro 模式。魏军送珠宝，我瞥一眼，这设计太俗了，暴发户彩带。魏军请吃饭，我挑剔，米其林3星就这水平，还没我们小区门口烧烤摊好吃。魏军聊艺术，我打哈欠，你们这些有钱人就是喜欢附庸风雅，实际懂个屁。每次打压完，我都能敏锐地捕捉到魏军眼里闪过的困惑和受伤，但没关系，下一秒他的手机就会亮起，苏婷的事实关怀到了。魏总，今天看到您在会议上的发言，深受启发，忽然想起康德的一句话，世界上有2件东西能震撼人们的心灵。魏总，路过唱片店看到这张黑胶，记得您提过喜欢这个版本，就买下来了，放在您办公室了。魏总，今天下雨了，您带伞了吗？我多带了一把。瞧瞧，这温柔体贴，这灵魂共鸣，跟许依依这个作精一比，高下立判。魏军偷玩手机的频率越来越高，有时跟我吃饭，一顿饭能看10几次微信，但诡异的是，他对我依旧很好，好到我都有点慌。那天我偷了他酒柜里一瓶罗曼尼康帝，我知道这酒贵，但不知道这么贵，打算拿去卖掉换点跑路资金，结果被他抓了个正着。我抱着酒瓶，脑子飞快运转该怎么狡辩，没想到魏军只是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你之前过得很困顿，但我的就是你的，你想要可以直接拿走，不用这样。他把酒接过去，打开，倒了2杯，递给我1杯，尝尝。我愣愣地接过酒杯，他真的，我哭死，这都不生气，这变态的忍耐力也太强了吧，看来得下猛药了。几天后的晚上，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其实是我在看家庭伦理剧，他在旁边回消息，嘴角时不时上扬。你一天到晚在跟谁聊天？我冷不丁开口。魏军手指一顿，工作的事情。哪个同事？销售科的副总。我不信。我摊开手掌，手机给我，我要检查。魏军惊愕地抬头，这可不是个好习惯，每个人都需要隐私空间。隐私？我提高音量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你不是在追我吗？凭什么不让我看手机？哦，我懂了，你这样的大少爷一定在外面脚踏好几条船吧，口口声声说爱我，连手机都不让看，还说什么你的就是我的，原来都是在骗我。我越说越激动，最后甚至挤出2滴眼泪。魏军的眼皮跳了跳，他盯着我看了半晌，最后深吸一口气，把手机解锁递了过来。你看吧。我接过手机，熟练地翻到微信界面，置顶聊天除了几个工作群，就是许依依。往下滑，没有苏婷，怎么没有苏主任？我问。魏军装傻啊。我点开搜索框，输入苏婷，聊天记录跳出来，一片空白。他是你的秘书，你不可能跟他从来不聊天。我把手机屏幕对到他面前，但是这上面是空的，明显就是刚删的。你成天在跟他聊骚是不是？什么叫聊骚？魏军的声音也拔高了，你不要说的那么难听，我是怕你误会。办公室里老有我和他的风言风语，所以你们确实经常聊天。我抓住画柄，魏军噎住了。我乘胜追击，从今天起，你的手机每天都要给我检查，下了班就要回家，7点之后不能出门，每一笔支出都要报备，超过500块必须经过我同意。魏军摁了摁眉心，显得很疲惫。这样是不是太严苛了？我是成年人，我需要正常的社交和严苛。我冷笑，你对我是有所不满吗？明明表白的时候说的比什么都好听，连小三都愿意当，结果这么一点点事都做不到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灵魂3连问。魏军张了张嘴，最后颓然地垂下肩膀。当然不是。那你给我买个包包赔礼道歉。我甩了个链接给他，就这个，限量的，明天我要看到。魏军付款的时候，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很久，我从侧面能看到他紧抿的唇线和微微颤抖的睫毛。那一瞬间，我竟然有点心软，但很快我就清醒了。原文里就是这个男人把许依依关在地下室3年，没收手机，切断一切外界联系，用各种手段折磨她，还美其名曰爱。现在这福气给你，你怎么就不要啦？变态在你前头，这就是我的策略。那天晚上，我关上房门，
假装给老公打电话，实际上手机那头是苏婷。亲爱的，我好想你哦。我用甜的发腻的声音说，你怎么听起来这么难过呀？发生了什么？苏婷在那头抽泣，魏总不理我了，发什么都不回。哦，我知道这事。我压低嗓音，他妈防你，管他管得紧，但你知道感情这个事，管得越紧，反弹越大。你的好日子在后头，稍安勿躁。安抚完苏婷，我走出房间，魏军坐在客厅沙发上，电视开着，但他没在看，只是盯着虚空发呆。魏军，我喊他，我们来拍个视频。什么视频？情侣视频啊，现在可流行了。我打开抖音，找出一个模板，就这个金黄色的麦田，多浪漫。魏军皱起眉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了？我瞪他，你是不是不想公开我？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苏婷？我没有。那就拍。我拉着他折腾了半小时，终于拍出一条能看的。视频里，我这个泡面头老阿姨搂着磨皮磨到亲妈都不认识的魏军，在特效麦田里转圈圈，最后用力摸了一下，完美。我点击发布，然后设置成仅魏妈可见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下午，魏妈约我见面了，地点在一家私密性很好的咖啡馆包厢。我推门进去时，看见一个保养得宜，看起来顶多40出头的女人坐在那里。她穿着香奈套装，戴着珍珠项链，浑身上下写满我很贵。但此刻，这位贵妇脸色铁青，拿着手机的手在微微发抖。徐女士，她开门见山，把手机屏幕转向我，上面正是我昨天发的土味视频，给你500万，离开我儿子。我挑了挑眉，等一等，凭什么苏婷有1000万，我只有500万？你是在小瞧我这个老阿姨吗？我们是真爱。我在她对面坐下，端起咖啡抿了一口。她说了，只要我老公跟我离婚，她就娶我。魏妈手里的咖啡勺当啷一声掉在碟子里。你还有老公？不然呢？我故作惊讶。您不会以为我单身吧？魏军没跟您说吗？他在追一个有妇之夫啊。魏妈捂住胸口，看起来随时要晕过去。您警告您对我客气一点。我轻身向前，压低声音，要是让别人知道您儿子在外面当小三，插足别人婚姻，他的名声可就臭了。到时候别说门当户对的千金，就是普通好人家的姑娘，谁还敢嫁他？你，魏妈的手指着我，颤抖的厉害。1000万，我报出数字。另外，帮我搞定签证和机票，钱到账我立刻消失，保证您儿子这辈子都找不到我。魏妈死死瞪着我，像是在权衡利弊。最后，她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，一言为定。还有，我补充，千万不要跟您儿子提起这档子事，也永远不要透露我的行踪，不然以他的脾气，肯定会追来找我的。您也不想真做我婆婆吧？想到视频里那个油腻的摸，魏妈的脸又白了一层。好，从咖啡馆出来，我神清气爽，1000万啊，加上之前从魏军那儿陆陆续续敲诈来的，够我在国外逍遥好一阵子了。我立刻给苏婷发消息，你现在可以去接近魏妈了，我已经劝过她了，记住，千万不要提起我，不然她会觉得你跟我串通好的。过了半小时，苏婷的报喜电话来了，声音里是压不住的雀跃。徐姐，真是太谢谢您了，老夫人今天对我和颜悦色，还跟我提到了婚礼的事，说如果我和魏总结婚，他一定办得风风光光。我笑着挂断电话。人嘛，最怕比较，有了我这个泡面头老阿姨小三在前，清纯可人，家世清白，还是儿子秘书的苏婷，简直就是天使下凡。魏妈现在看她，估计跟看救命恩人差不多。计划已经进行到最后一步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现在只要魏军主动跟我分手就好。我看他也已经忍到临界点了，只差最后一根稻草。我拿出另一部手机，这部魏军不知道，拨通了戒瘾中心的电话。喂，杨医生吗？我是23床的家属。是这样的，我爸60大寿快到了，我想申请让他今晚出院1天，来凤鸣山庄9-3参加寿宴。对，就1晚，明天一早保证送回去。费用没问题，我加倍付。挂断电话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最后一幕戏要开演了。当晚，我系上围裙，在魏军那套豪宅的开放式厨房里忙活。红烧肉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，清蒸鱼刚好出锅，我还炒了2个时蔬，煲了一锅汤。6点半，魏军准时到家。他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，进门就闻到香味，眼睛亮了一下。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？我把最后一道菜端上桌，解下围裙，坐吧，我们好好吃顿饭。
魏军洗了手，在我对面坐下，烛光摇曳，美食当前，气氛难得的温馨。我给他夹了块红烧肉，尝尝。我炖了2个小时，魏军吃了一口，点头，很好吃。他顿了顿，看着我，依依，你今天有点不一样。我想通了，我给自己倒了杯果汁，感觉跟你过挺好的。你既不在乎我有老公，又听话懂事，还有钱。我决定压了你这个姘头，不离婚了，就这么过。魏军夹菜的动作僵在半空。怎么啦？我故作不解，你不高兴吗？你不是一直说只要我在你身边就够了吗？魏军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他放下筷子，声音有些干涩。我是说过，但是依依，如果你真的决定选择我，是不是应该给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一个交代？急什么？我摆摆手，我跟你姐夫还有个女儿呢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。现在这样不也很好吗？你有钱，我有闲，各取所需，各取所需。魏军重复这4个字，眼神暗了暗。对啊，我坦然承认，不然呢？你还真以为我们是真爱啊？你都30了，不至于这么天真吧？魏军沉默了，他低头看着桌上的菜，很久没有说话。我能感觉到他情绪的波动，那种失望、受伤，甚至有一丝愤怒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，但他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拿起筷子继续吃饭，吃得味同嚼蜡。就在这时，啪一声，整间屋子的灯全灭了，黑暗瞬间吞噬了一切。怎么啦？这是停电了吗？我故作惊慌地站起来。魏军摸出手机，打开手电筒，闸门好好的，我去看看是不是外面配电箱的问题。他刚走到门口，玄关处突然传来响动，紧接着一个身影摇摇晃晃地出现在门口，手机电筒的光照过去，映出一张憔悴、疯狂、眼窝深陷的脸。我那赌鬼老爹，他手里拎着把菜刀。爸！我尖叫起来，声音在黑暗里格外凄厉。魏军立刻挡在我身前，伯父，你冷静点，把刀放下。钱！老爹嘶吼着，给我钱，不然我砍死这个不孝女。爸，我没有钱！我哭喊着，身体却非常诚实地往后退。魏军，你快去厨房拿刀，快啊！魏军一愣，转头看我，依依，你先报警，我去。来不及了，我看着老爹举刀冲过来，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，直奔走廊尽头那间客房。魏军，你快拦住他！依依！魏军在身后喊我，我没有回头，冲进房间，砰地关上门，反锁，动作一气呵成，背靠着门板，我能听到外面传来的打斗声、撞击声、咒骂声，老爹的嘶吼，魏军的闷哼，东西碎裂的脆响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彻底安静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一条门缝，探头往外看，客厅一片狼藉，花瓶碎了，椅子倒了，墙上有喷溅状的血迹。魏军坐在地上，背靠着沙发，脸上、手上、白衬衫上全是血。我的赌鬼老爹躺在不远处，肩膀上有个狰狞的伤口，正哎呦哎呦的呻吟。魏军！我跑过去，蹲在他面前，你没事吧？魏军慢慢抬起头，手机电筒的光从下方打上来，照得他的脸半明半暗，他的眼睛很红，不知道是充血还是别的什么。他看了我很久才开口，声音沙哑，刚才你怎么跑那么快？我噎住了，我害怕，我避开他的目光，他是来找我的，我要是慢一拍就没命了。那我呢？魏军的声音很轻，却像刀子一样扎过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年轻力壮，你肯定打得过他。我越说声音越小，你看你这不是没事吗？魏军笑了，那笑容很淡很苦，带着一种彻底的失望。他撑着沙发站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到窗边，背对着我，月光照进来，给他染血的背影镀上一层冷光。我们分手吧，他说。我愣住了，虽然这是我想要的结果，但真听到这句话，心里还是莫名一揪。魏军，你什么意思？就因为这点事？我那是本能反应，不是这点事。他打断我，转过身，眼神平静的可怕。这3个月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到底喜欢你什么？他往前走了一步，血顺着指尖滴在地板上。一开始，我觉得你救了我，照顾我，给我一种安全感。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纯粹对我好的人，所以我追你，千方百计的对你好，甚至不介意你有家庭。我以为只要我足够真诚，就能打动你，但我错了。他摇摇头，你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，你自私
庸俗，永远只考虑自己。今晚的事只是最后一根稻草，在我和你自己的安危之间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自己，甚至推我去挡刀。我没有，你有。魏军的眼神锐利起来。你让我去厨房拿刀的时候，眼里没有一点担心，只有算计。我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他看透我了。这3个月，我像傻子一样。魏军自嘲地笑，给你买包，陪你拍那些可笑的视频，容忍你查手机、订门禁，干涉我每一笔开销。我以为这是爱，现在想想，我只是在自我感动。他走到我面前，低头看我，那双曾经盛满炽热情感的眼睛，此刻只剩下疲惫和冰冷。是我冒昧介入你的婚姻了。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，抽出一张卡，这里面有1000万，密码是你生日，算是对你这段时间的感恩和补偿。他把卡放在桌上，徐姐，他换了称呼，以后我们就桥归桥，路归路吧。我看着他，眼眶突然红了，这不是演戏，是真的有些难过。这3个月，他对我确实很好，好到有时我会忘记他是个变态，忘记这是一本书，但只是一瞬间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拿起那张卡，又看了看地上呻吟的老爹。那我会处理。魏军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，正当防卫，有监控。之后我会送他回戒瘾中心，费用我出，算是最后一点情分。我点点头，转身走进卧室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大部分衣服首饰都是魏军买的，我不打算带走，只拿了几件自己的旧衣服和那张卡。走出卧室时，魏军还站在原地，背对着我，望着窗外。魏军，我轻声说。他没有回头。对不起，我说。还有，谢谢你。他肩膀微微动了一下，但还是没转身。我拖着行李箱离开了这栋豪宅。走出大门时，凌晨的风吹过来，有点冷，但很清醒。当晚，我拿着为妈准备的机票，飞往洛杉矶。12小时后，我站在加州的阳光下，深吸一口带着海腥味的空气。自由了，真正的自由了。我在马里布海滩附近租了套公寓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去海滩晒太阳、冲浪、看肌肉帅哥。我把那头泡面卷拉直，染成栗色，买了几套性感的比基尼。1周后，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魏军和苏婷的婚讯。新闻照片里，魏军穿着定制西装，苏婷一袭白纱，两人在教堂前拥吻。魏妈站在旁边，笑出了一脸褶子。报道说，魏军的入室抢劫正当防卫案已经结案，对方负全责，他无罪释放。结案当天，他就向相恋多年的秘书女友求婚了。记者采访魏妈时，这位贵妇对着镜头侃侃而谈：“我儿媳妇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，善良、懂事，和我儿子真心相爱。他们的婚礼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。”我给这对新人各包了个大红包，从加州寄回去。苏婷没有收我的红包，反而给我回了个更大的，附上一张手写卡片：“徐姐，您是我和魏军的红娘，一辈子感激您。”我给他发消息：“小魏呢，比较没有安全感，你多打直球，他会对你死心塌地。知道了，徐姐，您在国外也要幸福。”魏军始终没有联系我，我想他大概一辈子都不愿再想起我这个人了。我们的那段恋情会成为他人生中一个荒诞的噩梦，一个宁愿永远埋葬的黑历史。这样最好。我在海滩上躺下，戴上墨镜，阳光温暖，海浪声声，几个年轻帅哥抱着冲浪板经过，看到我眼睛亮了亮，吹了声口哨。我拨下墨镜，冲他们抛了个媚眼，成功避开 PO 文所有阴间剧情，还变成了一个富婆。我的好日子这才刚刚开始。